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今天是做白起的技能测试，没有实战报告，也没有单挑报告，因为我觉得单挑报告有点怎么讲呢？有点没有用吧，因为你在野战当中呢是不可能会有单挑的，而且白起它的技能就是针对于5个目标 AOE， 如果你用了单挑做测试的话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那现在在国服那边呢，也没有什么太多大型的战斗了，我暂时还没有看到实战报告，所以我先研究他的技能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白起的天赋应该要怎么点，基本上跟华莱士差不多。那就有玩家问了，如果是刘彻跟白起谁做主将会比较适合？我个人是会选择白起做主将的，虽然白起作为主将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 debuff 或者是 buff 之类的，反而刘彻做主将还有一个减速的 debuff。那如果你是用白起做主将的话，就会使用到终极天赋，其实对于刘彻或者是白起来说，提升会比较好一点。比较重要的还是他的天赋中造成终极伤害的时候，可以让对方的怒气减少。那因为白起它的 AOE 范围比较大，有半圆形，而且是打5个目标，所以把它放主将其实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说一下白起的技能，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它的第3还有第4的技能。那说实话，其实白起的技能推出的时候，有不少玩家都已经高估了白起的技能，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啦。那首先要搞懂白起的技能到底是怎么计算的，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你们可以理解为10层的杀意效果就等于10%，如果你有叠到100层的杀意效果就是100%。然后这边它要怎样打出杀意效果的伤害呢？就是看对方的血量降了多少，如果它是下降了10%，你的层数有90层就会打出10层，所以这边你们可以理解为，如果是单挑的情况下，基本上你的白起只会每一次释放10层的杀意效果而已。那我这里也是有报告可以给各位参考，不是说对方的兵力一定要比起你的白起还要更少，只要对方他下降了10%的兵力之后，并且你的层数百分比是比他的兵力更高的话，就可以打出伤害。所以你们可以理解成，只要你的层数够多的情况下，然后对方的兵力一直不断的在下降，可能被围殴还是怎样，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杀意层数给打出去。只要你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把你的杀意层数给打出去，打得越快的话，那你的怒气恢复就会越快，你释放技能或者是你打出的伤害就会越多。但我在测试当中发现到，其实你要获得这么多的杀意层数呢，是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。现在画面上所显示的战斗日志是已经觉醒的白起，因为他的第4技能已经开启的关系了，所以在进入战斗的时候就会获得10层的杀意效果，在第2回合的时候就会显示出来你还有10层的杀意效果，但是直到你发动主动技能之前呢，你的杀意效果依然还是只有10层，只有在发动了主动技能之后才会增加额外10层的杀意效果。不管是主将还是副将，只要触发了主动技能之后，就会叠加10层的杀意效果上去。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的主将跟副将释放了1轮的技能之后，你的杀意效果就会变成30层。就是你们可以发现到它的叠层速度是真的有点慢了。那假设说你是用很多个队伍去激活敌人的话，那你的敌人下降的兵力肯定不会只有10%而已，可能一下子就下降了20%、30%左右，就会导致成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的杀意层数都还没有叠到很高，然后你的战斗就已经结束了，就会变成第3跟第4技能的效果好像又不是这么好了。假设你是已经开启了白起的第4技能来说 OK， 至少你还是可以打出1个回合的杀意伤害，也就是画面上所看到的伤害系数300的终极伤害，然后再接下来下一秒终极伤害提升10%，怒气恢复速度提升20%。所以你们说白起这个技能有没有用呢？严格来讲还算是有用的，但是也不算到特别夸张吧。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的白起在短时间内叠成更多的杀意效果，又或者是更快速的获得杀意层数呢？第一个方法就是释放更多的主动技能，但是释放更多的主动技能也就意味着可能对方已经残血快要死掉了，
又或者是你的操作一定要很好，就是你打完了第一个目标，然后下一个目标切换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断怒气的，你可以保留着3个回合你所打的敌人所累积下来的杀意层数。因为这一点是已经做过测试了，只要你的怒气一断掉，不管你上一个回合打下来有多少层数的杀意效果，50也好60也好，在进入下一个回合重新开始的时候都会变成10层。如果是开了第4技能的话，还没有开启第4技能的话就会变成0。那听到这里有一些玩家就会感到疑惑，他的技能不是说只要白起的兵力下降 10% 就会获得10层杀意吗？那这个会不会累积下来，等到下一个回合你重新开始的时候就会堆积上去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它不像本多忠胜那样子啊，就是你上一个回合已经损失了多少的兵力之后，下个回合就会继续计算。白起的杀意层数是直接归0，要重新开始叠层过。所以如果你是那种爱拉扯的玩家，但是你的怒气时常会断掉的话，你就要特别注意了，你在操控白起的时候尽量不要让自己的怒气断掉。从某个程度上来说，也是官方在暗示跟我们讲说，其实他们不喜欢我们去拉扯，你尽量打到死，不然你的拉扯技术真的要很好，否则你的怒气一断掉就会变成10层而已。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，策划确实有一点狠啊，就是要减少玩家拉扯的次数。不过它至少还是有保留一点点啊，就是进入战斗的时候就会获得10层的杀意效果，总比归0好。那么白起它的杀意层数会叠层的这么慢呢，主要就是它的触发条件会有一点麻烦啊，就是主动技能，还有就是要失去 10% 的兵力的时候才会叠加10层。所以除非是说你的白起真的是被敌人所围殴，然后你的兵力一直不断的快速下降，你的层数才可以叠得更快之外，光靠主动技能慢慢去叠层的话有一点不太合理啊。主要现在伤害也比较高，敌人很快就会融化了。而且先不要说主动技能释放，你能不能够释放都是问题，因为现在大多数玩家都是在拉扯，我相信有很多玩家都是没有办法释放主动技能的。那么你要怎样把这个层数给叠上去呢？真的只能靠你自己损失兵力而已。我是觉得说，如果它可以增加另外一个触发条件，就比方说你打出重击伤害的时候又可以再叠层的话，会比较好一点。所以对于杀意效果的最后总结，那你们觉得说杀意效果有没有用呢？严格来讲是有用，但是用处又不是说特别大。那如果你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叠加到层数的话，那打出去效果确实是不错的。但你还是需要有这么多的层数之后才可以打出更好的效果，就算你是搭配流策有多一次连击伤害也好，速度也只是稍微提快了一点点而已。所以多数玩家又或者是我们长期会用到的技能，真的就只有白起的第1跟第2个技能而已。第3和第4技能的杀意效果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去叠层和触发，所以基本上只要把白起的技能开启到5511都可以使用了。至于他的觉醒技能呢，看起来虽然是很厉害，但实际上只会发动2次而已，要么就是50%的兵量的时候，否则就是等到自己的兵力剩下 15% 之后才会发动到觉醒技能的6秒效果。那严格来讲，我是觉得说 15% 之后的兵力呢，要持续6秒是真的很难啊，你剩下 15% 基本上你活不了多久了。至于造成累积40万的重伤呢，其实以现在的环境来说，大家都一直在拉扯，是比较难累积到这么多的。甚至到你的白起已经死掉的时候，你都没有造成敌方40万的重伤，就算你真的达到这个数目的时候，你的兵力应该也是剩下很少了。当然我今天所讲的东西呢，都是以我今天测试下来的结果做出的总结，还有从他的技能上所做出的理解，实际上还是要看白起的实战报告表现到怎么样啦。尽管白起后面3个技能呢，可能触发的条件又或者是效果没有这么好，但是白起的半圆形5个目标都值得大家去投资镜头了。那么如果之后我有收到一些实战报告的话，就会分享给大家看，也是欢迎一些玩家投稿给我。至于单挑的报告呢，我就不会分享了，你们也可以去看其他的主播，我是觉得单挑没有多大的意义啦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询问，或者是我有一些地方说漏说错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